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生活中有很多富甲一方的人，也有很多贫穷落魄的人。但无论一个人是富贵是贫穷，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，都是命运的安排，都是老天爷的决定。而我们的体相中也会出现一个人贫穷的信息。那么此生注定是贫穷人的体相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大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。一、臃肿无收。在相学中，体型以魁梧有形、比例均匀为佳。如果一个人的体型看上去非常臃肿，整个人看上去也非常的没有精神的话，这种人不论男女，大多非常懒散，好吃懒做，自我克制力比较差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，做什么都很难成功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贫贱之相。二、弓腰驼背。相书中有云：身高而直，命占一贵。如果一个人的体型高而直的话，是一种贵相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疾病，而是因为行为习惯后天形成的探头驼背的话，是非常不吉利的。这种体相看上去就像一直低着头找东西一样，非常的不自信，做事缺乏魄力和决断，尤其是年纪轻轻时便如此的人，必定贫贱。三、胡须过硬。身体毛发为人血气之余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运和性情。如果一个人的胡须较硬且比较蓬乱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情非常的暴躁，而且思想比较的极端，喜欢惹是生非。女人毛发旺盛则性格比较极端，为克夫之命，家庭难和谐。男人毛发粗硬则克妻克财，喜欢闹事。声音雌雄颠倒。声音雌雄颠倒比较容易理解，说的是男人声音纤细，像女人一样，女人声音粗犷，阳气较重。男人女生则性格柔弱，缺乏男子气概，性格方面比较懦弱。女人男生性格则非常的刚直，性情急躁，做人做事都没有耐心，性情非常的霸道，非常的大女子主义，婚姻不顺。五、两腮无肉，牙骨突露。两腮主要指的是腮骨和牙骨。如果一个人的两腮尖削无肉，形成倒三角的锥子脸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缺乏责任心，为人也非常的自私，不懂得为他人着想，而且内心非常的固执，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性格非常的霸道，凡事都是以自我而为中心，对待周围的人非常的小气，典型的守财奴，即使有钱也是富屋贫人。而牙骨突露就会形成吹火口，这种人个性顽固贪婪，喜欢斤斤计较，人缘很差，一生难富。六、瘦而无臀。臀部在体相中为人的靠山，关系着一个人的财运和福气。相书中有言：秸秆屁股大长腿，不受穷也是短命鬼。屁股大而有肉的人很有靠山，往往能够得到家中人和贵人的相助，事业发展比较顺利。而且这种体相的人心宽体盘，凡事看得比较开，也比较懂得享受生活。如果一个人体型偏瘦且臀部扁塌，看上去就像没有屁股一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喜欢抱怨，缺乏包容之心，而且体质偏弱，桃花运和财运都比较差。七、头尖额窄。头顶比较尖高的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，而额头低窄塌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目光比较短浅，做事缺乏远见，只顾眼前利益。相书中有言：头尖额窄无贵相，这种人一般心胸狭窄，做事只顾眼前利益，缺乏长远的规划，而且出身比较差，从小家庭环境不佳，父母能够给予的助力很少，凡事都得靠自己去努力。生性比较的贪婪，喜欢占便宜，
经常为了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。俗话讲贪者必贫，这种人即使有钱也很难长久，必定贫穷。8. 眼睛无神。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心活动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运势。如果一个人的双目无神，目光看上去比较呆滞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懦弱，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退缩和逃避，整天看上去精神恍惚，做事不专心，思绪比较混乱，缺乏分析和判断力，而且又特别的喜欢贪小便宜，财运比较差，一生凄苦无财，生活非常的艰难。9. 头小脖子长。头部为大脑之所在，如果一个人的头比较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智商不够高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身边人，还有那些非常成功的企业家，大多成功人士一般头长得都比较大，几乎没有小头者。如果一个人的头小且脖子比较细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心气比较低，做事缺乏自信和坚持，总是有始无终，很难坚持做到底，一生贫穷破败。10. 鼻小凹陷。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，主男人的事业运，主女人的夫运。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高挺有肉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自信，能力也比较强，内心也非常的正直，事业方面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比较小且非常凹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为人非常的小气和自私，而且性格也比较的内向，不爱表达，也不太爱与人交际，在事业和感情方面缺乏主动，喜欢斤斤计较，挣钱也比较困难，一生财运比较差。11. 下巴短窄。下巴也称地格，代表一个人的聚财能力、处事态度、责任心和蓄财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比较短窄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定力比较差，内心非常的不安稳，但是做事又浮躁，不够脚踏实地，行动力比较差，考虑问题也不够周全，总是比较的表面和片面，积蓄财富的能力比较弱，晚年生活也比较的贫困。12. 脚长身瘦长。脚为人走路的工具，腿部承受着身子的重量。如果一个人的脚长得比较长，且身形也比较瘦长的话，这种人形大于思，行动力非常强，但是做事容易欠缺思考，比较的莽撞，习惯于冲动行事，所以一生也是多做少成，事业上经常容易遭遇失败，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奔波忙碌，一生贫困辛苦。13. 手掌平薄。手掌代表着一个人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掌控力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水平伸开，看上去非常的平，掌心平坦不凹的话，在相学中，这种手相称为手掌平薄，代表着财库薄弱，存钱不易。最好的是掌心内凹，能够存水，这种手型的人一般对于钱财的掌控力比较强，能挣能存，一生富贵。而手掌平薄的人不仅自身财气较弱，挣钱困难，而且花钱没有节制，存不住钱，一生劳碌辛苦，却难有收获。14. 脚掌只有横纹，没有直纹。脚是人走路的部位，行走的力度和态度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大小。如果一个人的脚掌只有横纹没有直纹的话，这种脚相是非常不好的。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稳，不喜欢在一个地点长时间的停留，做事也非常的不踏实，所以需要经常各地奔波不停，但是却很难有好的结果。虽然也比较的辛苦，一生忙忙碌碌，但是却挣不到什么钱，一辈子过得辛苦而劳累。15.
命宫深锁。命宫即是两眉之间的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印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、心胸、财运和社会地位。如果一个人的命宫深锁，则眉间的皱纹就会多而深刻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愁眉不展。这种人一般心思非常的重，性格比较内敛，心里整天装着许多事，也不会向别人展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待人处事方面不够真诚，凡事喜欢计较，人缘不是很好，事业和婚姻都不太顺利，财运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晚年容易无依无靠，生活辛酸艰难。其实一个人体相无论是穷还是贵，都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不然万贯家财还是会败光，好运气也会流失。而穷命也是靠拼搏，说不定哪一天时来运转，还是可以改变命运的。所以终须自己努力，方能大富大贵，命好一辈子。如果你的体相穷命，记得也不要怠慢，生活还是……如果仔细看那些名满天下的大富豪，个个都长得其貌不扬，没有特别帅气或者出众的五官，甚至面相看起来还有些违和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事业风生水起，赚得钵满盆满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大佬通过观察他们的面相特征发现，这些人身上一般都有着7种富贵相。1. 龙头凤眼，后脑有玉枕骨。所谓的龙头指的是额头两侧部位高耸，如龙角一般。凤眼指的是眼睛长得细长有势，眼睛黑白分明，非常有神采。若是再加上后脑长有玉枕骨的话，此种面相在古代也称为宰相面相。这种男人大多出身较好，从小家庭条件就比较优越，而且思考力和执行力都非常的强，很得长辈和上司的欣赏和关注。凭借着自己的智慧，到中年时期能够获得很大的晋升空间，适合从政。如果妻子也从政的话，自己的官运会更旺。2. 天庭饱满，马脸龙目。所谓马脸指的是脸型长得较长，而龙目指的是眼睛炯炯有神。若是再加上额头部位长得饱满有势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自控能力非常强，而且头脑特别的理智，做事公正而稳重，不会轻易让别人抓住自己的错误，并且善于交际，处事圆滑而严谨，有着很强的分辨力和判断力。如果从政的话，能够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善于积累人脉，而且贵人运旺盛，官运亨通，不论是商场还是官场都能吃得比较开。3. 额头高隆，眉如弓，眼睛圆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贵人运，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，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高隆，眉毛弯曲如弓，眼睛长得较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智慧，但不算计人，明辨是非，有着很强的分析和判断力，不会受人蒙骗，处事也比较公正，有种与生俱来的贵气，而且学业运非常好。这种人如果从政的话，表现非常突出，容易得到领导的认可，晋升的会比较快。4. 眉毛宽疏，额头高耸，嘴唇红润。眉毛宽疏的人一般心胸较宽，不喜欢计较。额头高耸的人大多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，处事灵活。嘴唇颜色红润的人一般气血充足，做事很有精力和干劲。如果三者皆有的话，这种人一般遇事沉着而冷静，有着很强的责任心，而且做事和做人都比较低调，也不喜欢挑事，为人有情有义，懂得感恩，在古代就是那种忠臣，特别适合从事武职，成就会更高。5. 额头有川字纹，耳垂厚，耳朵比脸白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部位长有川字纹，而且耳白于面，耳垂厚大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从小出身不是很好，父母缘分较弱，
很难得到父辈和家中的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。思想方面比较成熟老练，而且意志力坚韧，做事坚持，财运非常的旺。无论是自己创业还是给别人打工，都能获得非常不错的收入。如果从政的话，在50岁左右也能达到事业的巅峰。6. 面如满月，眼睛深邃，嘴巴大且牙齿白。如果一个人的脸型长得圆如满月，眼睛深邃而有神，且嘴巴较大，牙齿比较洁白的话，这种面相属于典型的福相。从小就比较容易受到父辈的疼爱和关照，而且很有思想，头脑也比较睿智，毅力坚韧，做事坚持，从来不怕麻烦，懂得关心他人，尊重他人，所以人缘非常好，也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和尊重。如果从政的话，容易遇到贵人提携，也深得领导的喜爱，进步非常快。7. 头发细且黑，眼角上扬，下巴方且有肉。头发又细又黑的人一般重情重义，心思非常的缜密，而眼角上扬的人一般城府比较深，不喜欢将自己的心事透露给别人，也不喜欢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外，封口非常的紧，懂得为他人保守秘密，也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，口碑和名声都比较不错。对待感情也非常专一和忠诚，往往能够娶到对自己事业帮助很大的另一半。这种人如果进官场的话，晋升速度非常快，而且年龄越大，官运越好，中年以后容易成为领头的大人物。有以上7种面相特征的人，一般都是人中龙凤。相反，如果你没有以上这些特征，反而中了下面6种面相，那么一生都较为辛苦，难成大器。1. 头尖额窄。头尖指的是头顶较尖，额窄指的是发际线到眉毛之间的距离比较窄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心胸和见识。头尖额窄的人大多心智不够成熟，思想非常的幼稚，考虑问题缺乏远见，而且心胸狭窄，喜欢斤斤计较，还特别的虚荣，爱面子，看不惯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也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，嫉妒心非常强，还特别的贪心，喜欢贪一些小便宜，对他人却非常的抠门，身边没什么朋友，还容易得罪小人，一辈子庸庸碌碌，难成大器。2. 鼻小凹陷。鼻子在面相学中也称为财帛宫，主男人的事业，女人的夫运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和性格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小而凹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懦弱，说话做事都给人一种畏畏缩缩的感觉，缺乏气势，而且自信心不足，缺乏主见和魄力，遇到一点困难就会变得六神无主，定力比较差，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和干扰，做事也比较的犹豫，难成大事，一生财运不好。3. 眉毛杂乱。正所谓眉乱则心乱，眉毛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情绪和人际关系，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兄弟宫，代表着与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缘分。如果一个人眉毛长得杂乱无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急躁，做事缺乏耐心和思考，容易冲动，而且生性懒散，进取心不强，又不善于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，朋友很少，六亲缘分淡薄，遇到困难喜欢退缩和逃避，表面强势，内心脆弱，遇到困难时缺少贵人的相助，一生劳苦，财运却难有大的改善。4. 下巴短窄。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质、责任心、坚持力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又短又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比较自私，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，只顾自己享受，不顾他人感受，贪图享乐，吃不了一点苦，做事容易半途而废，而且想法也比较的不切实际，
做事眼高手低，在事业上难有作为，晚年生活凄凉而贫穷。5. 脖子过长。脖子在面相学中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财运如何。如果一个人的脖子长得过细过长，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不够协调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好胜心比较强，喜欢争强好胜，争长论短，从来不会吃一点亏。只要有好处都想去插一杠子，责任却一点也不想担，遇到困难溜得比谁都快，属于典型的投资主义者。考虑问题只顾眼前利益，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，也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，天生劳碌命，缺少贵人助，一生辛苦，但生活却非常困难。6. 眼睛浑浊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精气神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智慧和心灵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神浑浊不堪的话，这种人的内心大多也缺乏纯良，比较浑浊，乱七八糟的想法比较多，整个人看上去毫无神采，做事也不能专心，经常3天打鱼2天晒网，做什么事情都难以长久，而且也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，在事业上有些不思进取，生活方面比较放纵，缺乏自律性，使得个人的精气神透支比较严重，还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，破财又招灾，一生不顺利。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尽管说从面相看没有负相、福相，但是面相在命理中只是一部分，因此需要综合其他方面，并为人向善，通过不懈努力改变自己的财运。正所谓世事无常，一个人所拥有的运势好坏并不能够根据自身的意愿而改变，这就是为何有的人天生运势出色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能够一帆风顺，而也有的人容易遭遇意外变故，诸事不顺，命运极苦，可以称之为命苦之人。那么苦命人的面相都有哪些特殊之处呢？大佬总结了15个常见的苦命面相特征，希望你没有中。1. 印堂有疤或痣。印堂又称命宫或事业宫，代表一个人一生命运走势，而两眉之间间距的宽窄则代表一个人的心胸气度和事业财运状况。若是女人的印堂处长有恶痣或者疤痕的话，代表着命运的根基受损，这种女人一般心胸较为的狭窄，凡事爱计较，而且特别贪心，什么都想要，一生劳碌而奔波，但日子过得没什么起色，也没什么清闲的时间去享受生活。2. 眉骨高凸。眉毛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，眉骨高低又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如何。如果女人的眉骨长得较高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看起来非常的凶，煞气较重，缺乏女性该有的柔和之美，而且个性冷漠，争斗之心非常强，脾气还非常的急躁，发起火来做事完全不顾后果，做事缺乏规划，花钱没有节制，理财观念比较差，无论家里有多少钱，最终都会被挥霍光，一生破财不断。3. 眼珠外露。眼睛代表着心性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态度。如果女人的眼珠长得外凸明显的话，这种女人表面上看上去性格比较开朗，也非常的健谈，但实际上心眼非常的小，嫉妒心也比较强，就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而且性格非常的急躁，容易发怒，还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属于天生的惹祸精类型，人缘非常的差，财运自然不会好。4. 鼻梁塌陷或起结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和财运，如果女人的鼻梁长得塌陷无视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软弱和内向，内心比较的自卑，缺乏自信心，也没什么主见和魄力，即使有才华也不善于表现，性格犹豫，容易错失良机。而若是鼻梁起结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情绪多变，性格矛盾而纠结，属于那种说翻脸就翻脸的类型，特别的难相处，很少有人愿意与这种人交往，一生命苦，越过越清贫。5. 人中窄且浅。
人中在相学中称为子庭或寿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、子女运势和福气薄厚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长得浅平且窄细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肾气不足，身体健康运势不是很好，体质偏弱，而且生育能力低下，与子女之间的缘分较浅，性格随性，自我约束力不强，行为举止也比较的开放，尤其在感情方面比较放纵，缺乏专一和责任心，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容易产生嫌隙，注定无法安享晚年。6. 额头尖窄。额头乃是面相中的天庭，代表的是一个人青年时期具有的运势变化特点，以及在工作事业方面拥有的发展前景。很显然，若是额头外形出色的话，就意味着其人能够有着稳定的工作，生活也会因此而受益。而如果额头外形不佳，呈现出尖窄凹陷状况的话，则说明其人容易在工作当中遭遇意外，尤其是额头中印堂发黑，更是常见的苦面人的命相之一。7. 山根凹陷。作为鼻子的起始点，山根存在于双眼之间，也就是说与面相中的财帛宫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一旦山根外形比较糟糕的话，那么其人的情感运势、人际关系以及财富收入都会受到影响。相学中就认为，有着山根较低、凹陷状况严重的面相的话，就容易在生活中遭遇波折，无法做到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良好的感情和工作机遇，也就是典型的苦命人的面相。8. 嘴巴合不拢。这是指嘴型存在难以闭合、经常张开的状况。无法合拢的嘴巴意味着其人容易遭遇破财，从而损失财富。此外，这类人也有着祸从口出的性格特点，平日说话做事不着调，容易给自己招惹麻烦。9. 鼻歪嘴歪。从面相来看，鼻子歪的人为人心术不正，鼻歪之人心里也是歪斜的。这面相的人见不得别人过得好，要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，就产生嫉妒心，然后想着怎么去破坏别人，而不是想着如何让自己变得优秀。鼻歪嘴歪的人心术不正，疑心大，想法过于偏激，疑心又大，总是怀疑这怀疑那，婚姻感情不和谐，一生事业家庭都很艰难。10. 耳反郭路。一个人有没有福气，看耳朵面相就知道。而一个人的耳朵若是生得很小，耳反郭路，那么这耳相的人一生命运是非常坎坷的，没有什么福气。小耳则不及，耳朵大代表精力充沛、好动，耳朵薄小的人定力不足，缺少忍耐力，很早就背井离乡出去谋生。耳反郭路的人少年运就不佳，运气很差，一生都事业难成。11. 颧骨低陷。颧骨面相是看一个人是否有担当、有魄力、能力行不行的。若是一个人的颧骨高且饱满，有肉包住，那么这面相的人能力是非常强的，事业运非常的好，在事业上必定有自己的一番作为。而颧骨低陷则是事业运比较差，为人交际能力差，不懂交际，容易得罪人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难以获得他人支持，管理类能力比较低，所以很难有大前途。12. 鼻孔外露的人。有些人看起来虽然不可一世、光鲜亮丽，但是其实内在却很糟糕的，这种人无疑也是很命苦的，虽然不展现出来给自己的周围人看。一般来说，鼻孔外露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人。如果一个人鼻孔外露的话，基本上难以聚财，经常漏财，所以鼻孔外露也是代表命运不好的面相。13. 下巴凹陷的人。一个下巴凹陷的人通常命运比较坎坷，好命之人往往具有宽厚圆润的下巴，具有比较稳定的运势。而一个人的下巴凹凸不平的话，运势往往是非常不稳定的。这种面相会很容易使得一个人的运势难以得到发展，这样一来，其本人自然也是命苦之人。14. 嘴巴外凸的人。一个人的嘴巴如果长得不好，也是会大大影响命运的，所以一个嘴巴外凸的人往往也会给命运带来不利的影响。一个嘴巴外凸的人，运势难以得到发展，是典型的命苦之人。15. 千禧宫塌陷。太阳穴部位在相学上称作千禧宫，也称之为驿马宫，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远行、旅游、升迁及移民等资讯。
如果男士此位置长痣，那表示有旅途得意或者远方获利的喜兆，也容易移民或远行发展。不过此处肉下陷或气色昏暗的人不利远行，否则会出现流浪国外有家归不得的情况。太阳穴饱满，脸上有气色，好运才会上门。大佬最后想说的是，3分天命，7分人为。有以上这些贫穷的面相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贫穷中没有了理想，失去了斗志。如果有苦命面相，只要自己有目标有追求，好运也会降临到你身上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事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